这是2018年一个网友在广州的珠江新城的一处街道拍摄到的神奇现象。只见街道的上空有一个圆形的发光体，其独特的光芒迅速吸引了周围众多市民的驻足围观。一名胆大好奇的小伙上前查看，不料这一举动竟使发光体瞬间展开，吓得周围人群纷纷退避。这名小伙似乎是触发了一个类似于虫洞的东西，看起来就好像是通往另一个未知世界的时空之门。此事迅速在当地的网络上发酵，成为热议话题。有现场目击者声称，自己也曾尝试用手机记录下这一不可思议的瞬间，但随后手机便遭遇了异常情况，手机在拍摄后不久便莫名死机，无法重启。另一位网友则描述，他的手机在录制约1分钟后自动关机，重启后只有静电杂音，视频内容全无。就连这段视频也只是拍摄了几十秒便戛然而止。那么这段视频是真实的吗？有网友表示，这应该是真实的，理由是不可能为了拍摄10几秒的视频而请一大堆群众演员来，成本太高了。也有网友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全息投影，因为看起来不像是后期制作。目前互联网上关于此事件的详细资料较为有限，其真实性仍待进一步考证，造假的可能性很高。如果你有更多的关于这段视频的信息，欢迎下方留言。这是什么？我过去看一下。过去。我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后门吗？我看错死了，你看到了吗？一群墨西哥学校的学生在放学后留在教室里讲鬼故事。这个学校传闻闹鬼，据说是被一位不幸去世的同学的灵魂所困扰。然而，在学生们讲述鬼故事的时候，事情突然变得诡异起来。Hasta le dijo cómo se llama, me dijo cómo se llamaba Lupita Jordán, Lupita Jordán, y y ella era amiga de, no, a la vez, no mames, no mames. 你看出来哪里诡异了吗？正当学生们沉浸在恐怖故事的叙述中时，学校的灯突然熄灭，似乎没有人去触动开关。紧接着，椅子和桌子自行移动了起来。面对这一幕，观众的反应截然不同。一些人深信这是超自然力量的显现，是某种调皮捣蛋的鬼魂在作祟，而另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可能是某个同学精心策划的恶作剧，目的是吓唬这些学生。那么，这是一次真实的超自然现象呢，还是一次人为的恶作剧呢？墨西哥胡奇特佩克州著名的胡奇特佩克酒店通过其官方抖音账号分享了很多酒店的日常视频。视频发布者为该酒店的抖音账号管理员，他在视频中表示，这是我们日常的点滴，若您喜欢的话，不妨买一杯咖啡。该账号日常活跃，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酒店的详尽介绍、促销信息、各类活动记录以及员工工作日常。然而，在2024年5月1日这一天，他发布了几段和日常无关的视频，而是几段诡异的视频。管理员在视频中叙述道，一名员工坚称30号房间内有人影，尽管他确认该房间并无预订记录，应该无人入住。面对员工的坚持，他手持手机，决定亲自前往查看。Irma me dijo que se veía una persona en la habitación 30
Y le dije, no, y me dice, ¿está ocupada? Le digo, no, se desocupó en la mañana y no hay nadie. Yo misma fui a ventilar esa habitación. Y ahorita que voy pasando por acá me doy cuenta que sí es cierto, se ve como que si alguien se estuviera asomando en la ventana. Vamos a ver qué es lo que pasa, vamos a ver qué hay ahí, pero se supone que no hay nada. Y sigue viéndose. Aquí más cerquita. Sí, miren, ahí se ve, se alcanza a ver una cara, unos ojos. Vamos a ver a esa habitación. Estamos subiendo las escaleras porque desde ahí es donde estábamos viendo que se veía. Aquí ya no se ve nada, a lo mejor por el reflejo de la luz. Y vamos a ver en la habitación. Aquí está la cama, porque esta es una habitación pequeña. Aquí pues no se ve nada. Y aquí está la tele, donde estábamos, donde se supone que se veía, pero no se ve nada. No entiendo por qué se ve. ¡Ah! ¡Ay! 从楼下看，确实隐约可见窗户内一张苍白而无血色的脸，但当他走上了楼，进入房间后，却没有看到任何人。那么他在楼下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 Se alcanza a ver una cara, unos ojos. Vamos a ver a esa habitación. 下面这段诡异的视频是在印度孟买的一栋住宅楼的公园里拍摄到的，由 Reddit 社区的用户 Setaboard 1056上传发布。 How can it move for so long by itself? You know, some ghost is moving the swing. So I'm no person is moving it, you know. It is moving for so long by itself. 视频中你可以看到，公园里面的一个秋千竟不可思议地自行摇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视频拍摄者甚至走进了验证，证明并没有线、磁铁或者电子装置使其运动。 There are no strings attached. Ghost is like moving it. I'm touching everywhere to show that no strings are attached. some ghost is moving it. As you can see, it is still. 视频上传者还表示，那天晚上并没有风，也没有什么人坐在上面。他猜测可能是鬼魂让它动了起来。那么，这会是一起真实的超自然事件吗？ This is a ghost moving the swing. My goodness. Oh my god. It is still moving. Ghost is moving the swing. There is no wind. Today is not a windy night. It is not the wind. Ghost is moving the swing still. Okay. 这段视频由 YouTube 的用户 Labugan Ron Mashigo 分享。视频中显示了在非洲的某地，似乎正举行着一场神秘的仪式，并伴随着神秘的咒语。只见一名男子悬浮于空中，起初他仰卧于半空，随后变换为直立姿态。
紧接着还进行了身体翻转，双腿在空中轻盈蹬踏。此番景象吸引了众多民众围观，他们簇拥在一起，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摄。有网友推测这可能是非洲萨满的悬浮术，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或许是借助了某种隐蔽的绳索装置实现的空中悬浮效果。前世的名字叫什么呢？石庆忠。石庆忠是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都是我外公现在。你现在的外公？前世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外公，这样混乱的关系让博主实在无法形容其中的感受。而对于年少的吴祥云而言，这样的前世身份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的平阳村因其独特的轮回村之名而闻名遐迩，皆因村中众多居民自称为再生人，这一奇异现象吸引了外界的广泛关注。2016年，一位博主踏足这片神秘之地，找到了年轻的再生人吴祥云。望着他那张尚显稚嫩的脸庞，博主难以将眼前这位青年与再生人的身份相联系。吴祥云家里有4口人，由父亲吴社格、母亲石艳群以及妹妹吴云凤4人组成。令人惊奇的是，吴云凤同样是一位再生人。据吴祥云所述，他的前世竟是自己的外公石庆忠，照片中的那位老人便是他前世的模样。在讲述前世的故事时，吴祥云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质朴与真实。在前世，他家境贫寒，未曾踏入学堂，生活全靠上山砍柴、下田耕作维系。闲暇之余，他最大的乐趣便是饮酒。然而命运弄人，一次突如其来的腹痛让他被诊断出胃癌。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和病痛的折磨，他选择了回家静养。那时他的女儿石艳群与平阳村的吴社格刚结婚，得知父亲病危，两人毅然回到家中，共同陪伴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1999年，石庆忠不幸离世，原因是胃癌。不久后，石艳群便怀孕了。在2000年9月份，吴祥云出生了。他的到来如同温暖的阳光，瞬间照亮了整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喜悦与幸福。但好景不长，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吴祥云2岁的时候，这孩子要去石庆忠的坟墓，这一举动让他的母亲石艳群感到既惊讶又害怕。在哪里我都没有上山，我都坐在家里，我没有送他上去啊，这样啊。哦，是他带您去的。他能清楚的记得。他清楚记得，就带我上去。后来我婆婆就背他下来，他到他坟墓那里去看，带我婆婆。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吃惊？很怕的。怕什么呢？哪里不怕？是我老爸吗？我是他女儿啊，这样啊。吴祥云似乎知道石庆忠生前的一切，他不断吵闹着要去看看石庆忠的墓地，这令人费解，因为按常理而言，年仅2岁的他既未见过外公，更不可能去过外公的墓地，那么他究竟是如何知晓墓地的确切位置的呢？后来，吴祥云和他的舅舅带着博主去石庆忠的墓地，山路坑洼不平，蜿蜒曲折，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墓地前。右边这个哈，这个是写他的，这个名字就是读书的名字，石庆忠啊，石庆忠，读书的名字啊。儿子的前世竟然是自己的父亲，这样混乱的关系让一家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但家里人却找不到任何怀疑的理由。紧接着，吴祥云还带着博主来到他外婆家，也就是石庆忠的妻子韦月花。在这个家中，关于吴祥云前世就是石庆忠的说法，家人早就习以为常。他们围坐在一起聊天，期间家人还特意取出了一些珍贵的工具展示给博主，这些工具皆是石庆忠生前亲手编织，每一件都承载着他对家庭的深情与付出。吴祥云说道，在平阳村，像他这样自称为再生人的并非个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些再生人们会主动寻找前世的亲人，试图重建那独特的联系。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对于再生人的存在持有开放与接纳的态度，使得这一现象更加自然而又和谐。吴祥云坦诚，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他上一世更加复杂，更难适应，日子也远不如其上一世逍遥。他感叹道：这辈子压力好大，什么都需要钱，哪像我的上一世就干3件事：砍柴、种田、喝米酒。行，然后呢？然后就躲在门后面了，我就开始躲在门后面，不知道过了多久，好像那时候我也不怎么记得了，也不当时没有时间概念哈，也不看表是吧？不知道那个。然后就有2个人来跟我说，要我跟着我最小那女儿啊，来到这个平阳这个家。啊，等一下，慢点。然后就来了个什么？2个人啊。来什么人呀？不知道。来2个人。那您看那2个人这个打扮什么样子？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哈。就是来2个人，是不是像差一样，官差一样，阴间的？不知道。反正你看见是2个人。啊，这2个人来跟你说什么？要我跟着我那个最小的女儿来到这个平阳这个家。啊，就是那2个人来说，告诉你让你去跟着小女儿到平阳这儿来投胎。啊，就是现在的妈妈哈。然后来到平阳这个家，我就躲在门后面。啊，对对对。好，那然后呢？就是你再说一下，当时他们把这个穿上寿衣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啊？那时候在那里哭，你看见好多人都在哭。又开始叫那些亲朋好友来。哦，你都看见了哈，他们说话你也能听得见。这是意大利的一个网友拍摄到的奇异现象。只见天空中有一个白色的气环，宛如一个在空中漂浮的烟圈。实际上，这是欧洲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埃特纳火山飘出来的白色气环。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的好奇和热议。据意大利火山学家解释，这种奇观实际上是一种名为涡环的自然现象。当火山喷发时，火山口冒出的热气体、熔岩碎屑和火山灰被迅速排放到大气中，这些物质与周围的空气和水蒸气混合，并通过火山喷发的气流和对流运动形成了这些烟圈。自4月初以来，埃特纳火山已经喷出了数千个这样的涡环。火山学家表示，这可能是由于近期地壳运动加剧，导致火山活动更加频繁和剧烈。而这些涡环的排放量也远超过其他火山，使得埃特纳火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指环夫人。布伦纳洛根分享了下面这段视频。据他说，他姐姐曾在一家独特的儿童中心工作，这个中心适合各年龄段的孩子，是一个音乐学校和日托中心的结合体。然而，尽管设施完善，却因一系列原因让孩子们对地下室的日托场所感到害怕。据孩子们描述，在他们平时嬉戏的隧道里有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尽管大人们反复确认那里空无一人。更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无人在场，日托中心的玩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重新摆放，增添了几分神秘与不安。疫情的突然来袭迫使这家儿童中心暂时关闭了。为了保障安全，防止未经许可的人闯入，中心老板决定安装监控摄像头进行监控。然而，这一举措却意外地捕捉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视频中你可以看到物品自行的摆动和移动，一个奇怪的白色球体自己滚动，还有物品的跌落，使得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诡异。员工声称这个地方闹鬼，而布伦娜的姐姐即便已离职多年，回想起在日托中心的那段时光仍心有余悸，坚信那里确实闹鬼。无论摄像头捕捉到的是否是真实的灵异现象，都引发了我们对未知领域的思考。它提醒我们，或许这个世界存在着许多我们尚未理解的超自然现象。